世界上有这么一类人，可以叫他们叛逆者。他们往往热爱探索，脑洞清奇，喜欢思考，并且去尝试各种不一样的东西，经常去想啊，去做啊，很多人眼中很傻又没有意义的事情啊，可能去想一些什么，哎呀，到底多少气球才能让人飞起来呀？哎呀，我要用什么姿势跌倒最可爱呀？这样的问题啊，UP 的对象其实就是这个类型的人。他甚至还在感冒的时候，因为好奇鼻涕泡可以吹多大，特地拍了一下做个记录，偷偷给你们看看。很可爱，对不对？不过呀，正是因为这种探索精神，让这类人从小就很容易发现自己和别人不太一样，不愿意遵循常规，总想有一种整活的心。遇到理解他们的老师家长还好，遇到不理解的，会认为他们就是故意不听话，非要标新立异啊，甚至误解他们，认为他们有多动症。但是在每个人的人格里，其实都存在着这样叛逆的一面。这类人呢，他们和其他人不同，是世界上19%左右在人格中啊，天生追求着这种叛逆的人。可以说啊，去发现新事物、新规律本身就是他们最大的追求。俗话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但是他们呢，他们偏不啊，他们想两个都走走看，不为别的啊，就是好玩，就是好奇走起来会遭遇什么。很多个性鲜明、带点叛逆的影视角色，其实都是这个人格类型哦，像是家喻户晓的钢铁侠呀，像是冰雪奇缘中的安娜呀，也像是双城之战中的抱抱呀，甚至是蝙蝠侠的死对头啊小丑啊，这些角色亦正亦邪，他们的共同之处都是一样的，是打破常规的叛逆精神，也是我们这期视频的主题。在荣格的心理类型中啊，这类人被称作是 extroverted intuition 外倾直觉型，因为他们倾向于又通过一种叫做外倾直觉的认知过程去感知这个世界啊。这个认知模式可有意思了，它会驱动着一个人啊，不断的在想象中啊，在头脑中啊，去和外界的可能性互动。那在你看来，这件就是一件简简单单的事情，但是他们从这里就可以联想到很多其他的东西，而且这个联想是很自然而然的，让他们觉得有趣的，他们想要遨游在其中的。他们也会不断的因为这种新的想法的出现，激发他们更多的看到对于世界的更多的关联，发现更有趣的一些之前没有发现的新的规律。在基于荣格心理类型衍生的 MBTI 16人格中啊，他们都属于 NP 类型的人格。这里我放一下各路学者大佬对于这个认知过程的这个描述啊，就不耽误大家时间一个个过了。感兴趣的可以暂停看一眼。在外倾直觉的感知中啊，其实世界就像一张巨大的网，事物和事物之间彼此联系。他们呢，不被已经有的网吸引，而是渴望看到更多的网，看到网更大的部分，更多的部分。这导致他们习惯性的快速扫过尽可能多的事物啊，去关注这些事物可以发现的关联和规律。而不希望停留在很直观可见的这个细节上，他们停留在细节上就很容易走神。他们和内倾直觉型啊，就是我之前上一个视频提到的另外一个人格类型的最大的区别在于，外倾直觉型的最终的目的是不断的探索和开拓，他们厌恶意料之中的事情。如果一切在意料之中，那将索然无味啊！不是说你意料之中的成功他们不喜欢，而是意料之中的成功发生了之后，他们会想，我还可以期待什么，还可以尝试什么。而内倾直觉倾向于把自己看到的一切啊，都总结成某一个巨大的、庞大的、唯一的规律，并非渴望千篇一律，但是他们会更希望一切都在规律之中啊，不要有那么多新的规律发现了，一个规律就够了。拿打游戏做个比喻啊，外倾直觉最享受的就是不断开启游戏的新地图，发现新的东西啊，他们会很喜欢那种通过一些互动啊，可以看到新的地区啊，可以去有特别绚丽多彩的一个世界，所以他们很容易去享受那种自由度很高，而且不逼着你非要进行某个明确主线任务的游戏。就算是那些特别有主线任务的、有常规玩法的游戏，很多时候他们也是其中的，要么就是咸鱼党啊，要么就是想尽办法找 bug， 想去尝试各种稀奇古怪的想法，就是不按主线发展啊，甚至故意想和主线反着来，就是为了看看会发生什么。一旦他们发现已经没有什么新的玩法，或者感觉到游戏呢就是在强迫他们一定要做什么，自己没有选择了，他们很容易就觉得枯燥。内倾直觉其实就反过来嘛，他们侧重的就不是发现新的事物和信息，他们主要是想弄明白整个游戏的规律，并且借此去预测后续的发展。预测这个对他们是最重要的。虽然内倾直觉当然也会想要另辟蹊径啊之类的，因为这个能帮他们更好的去验证他们预测的东西到底对不对。但是呢，如果去探索到的这些东西呢不影响游戏的大局，内倾直觉的兴趣不会特别的大。所以就和内倾直觉相比，我们今天的嘉宾我们的主人公外倾直觉其实是一种相对积极的认知过程因为他总是会期待着有什么新的东西出现，因此就更容易发现新的乐趣，主动性也更强。比如前两天我和一个朋友组团拼奶茶的时候一个外倾直觉的朋友和我都发现了这家店竟然有奶茶盲盒我们其实都知道就是奶茶盲盒嘛，就是消极一点想多半就是卖不出去的奶茶来搞一个噱头不过他还是点了一份，我就很奇怪但是他告诉我说他知道是卖不出去的，或者说他知道有这个可能性，但是他就想看看这个盲盒是个什么形式，想尝一尝卖不出去的奶茶是哪几种。不过积极归积极虽然外倾直觉想要去探索，奈何现实环境并不像游戏世界，更不像想象世界那样可以真的为所欲为，任他们驰骋。这样外倾直觉型的人很容易去发展出一种习惯，就是会从平常的事情中自然的总是要想
还有什么别的办法？还有什么新的方法？这件事情一定要这么做吗？不可以换一个方式吗？因为在有限的环境中啊，你要得到新的东西，那就意味着你必须得怎么样打破常规。这导致了他们呢很容易看起来就跟别人不太一样，就不只是穿着打扮这种外观的层面，他们会愿意去尝试新的东西，更多的是在想法上的标新立异。他们可能会给人一种好像就不愿意按规矩做事的感觉，但这其实不是他们的本意，不要误会他们。他们单纯的就是想看看如果这么做会发生什么啊。因此在生活中啊，他们经常就是那个说出一些脑洞大开的俏皮话，或者做一些突兀举动的人，让人觉得有点摸不着头脑，怪怪的，但是又很有意思，给平淡的生活增加了很多新的色彩。他们的叛逆啊，所以我一直在这个叛逆上加了这个引号啊，就是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觉得规矩是坏的，他们叛逆啊，更多的是他们觉得规矩虽然带来了安全和稳定，但是太无聊了，限制了新的可能性。一些发展不太成熟的墨守成规的人，就很容易因此来指责他们。很多角度会是类似于像，哎呀，别人都这样，你怎么就不能跟别人一样安生一点呢？这其实是非常不公平的指责。事实上，世界的发展和进步背后，外倾直觉所带来的这个探索欲和好奇心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贡献。如果一切都遵循传统，习以为常啊，也许至今我们还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呢。不过呀，也正是这个骨子里的好奇心和探索欲，让他们在看着一个事物的时候，往往会不自觉地把注意力放到跟这个事物有各种奇怪关联的事物上。这个过程就很自然嘛，而且大多数时候因为发生在他们的脑海里，旁人看起来他们就是在走神儿啊，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就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与之相反啊，他们其实非常的在意回应。他们格外的希望自己做出的举动、自己做出的尝试可以得到外界的回馈，无论是事情的回应还是人的回应。比如说我去做一个实验，我不希望我尝试各种方法，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我希望有不同的东西出现，我才能够打破常规，看到新的信息，才能够满足我的探索欲。或者在和人聊创意的时候，我希望对方也给我一点想法上的碰撞啊，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想法其实是属于我们叫做输出型的。他们呢非常喜欢分享自己的脑洞，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轻松快乐的事情，因为在分享中啊，他们会获得新的灵感。对于外倾直觉来说世界上最恐怖的事情其实就是失去了选择的自由。如果一个外倾直觉型的人知道了自己的未来一定会如何，并且不会改变，那简直就是绝望啊，就是一个彻底的绝望。说的再直接一点，他们可能觉得这种世界没有生存的必要，会竭尽所能的拼尽全力的摆脱束缚以求在这个世界发现一点新的东西。就可能就是像我们看到的那个小丑啊，对吧？他其实有什么目的呢？他最终的目的就是制造混乱，想要在秩序之下看到有什么新的可能性，企图控制外倾直觉型的人的想法和行为只会更加的激发他们的反抗这就是其实是一种叛逆嘛。但是如果真的要用一句话总结外倾直觉的话其实我们应该更侧重的是他们的探索欲也就是一切皆有可能，我想去看看。当然他们呢也分内外向，因为外倾直觉其实只是心理类型之中的一种，每个人都有复数的心理类型嘛，这就是另外一个可以展开的话题了内向者的外倾直觉相对而言会没有那么外显更侧重对于信息的整理不过整体的认知模式呢仍然还是一样的都是属于外倾直觉的感知模式。有兴趣的话之后再给大家说到。那我们这期就到这里啦已经介绍了8种心理类型中的2种了，还剩下6种等着大家的投币我是刷刷，关注我了解更多靠谱的人格知识，下期更精彩，我们不见不散哦，拜拜。